这期视频非常简单啊，老伙计们怂恿我买了一块还没满月的显卡，就是这块爱国家4060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么迷人又迷你的3风扇设计，但是再好玩我也不能摆着天天看呢，我也不缺显卡呀，还是得把它给用起来啊，绝对不能浪费。这卡吧，半高刀卡，3个还没长开的小风扇，双槽，小小的很可爱啊。但是这个啊，却秒杀了我之前买了好多块的甜品卡 AMD RX 6600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准备试着做一期无准备装机，走到哪儿咱装到哪儿，给大家弄一台超级紧凑的4060 ITX 游戏主机，绝不浪费。先科普一下啊，我一般喜欢玩2种 ITX 的主机，一种是 A4 架构的，就是类似于我之前装的 ITX Mac Pro 刨丝器。内部结构呢是这样的，这种其实也不算太小了，但是这种机箱放在桌子上已经不是太突兀了，类似于我这样的。我还喜欢玩一种就是极显 ITX 的箱子，一般呢这种都是定制的，没有 PCIe 插槽，散热器限高5厘米左右。我喜欢定的一般都是电源内置的，可以做到极致小巧，但再小巧呢也小不到 STX 那么小。这次啊咱们是怀柔政策，咱们折中一下。我呢在这种极显的 ITX 定制机箱基础之上，加上一个 EU 的电源，然后再加上直插的半高式的双槽显卡，做一台比我小的没我显卡强，比我强的肯定比我大的 ITX 主机。但这次啊就得发动朋友圈资源，我自己 CNC 不出来啊，定制了一个这个。高270，宽190，深100，一共5.3升，全铝合金 CNC 工艺，阳极氧化上色，几乎全面开孔，就是不知道咱们随机找到的配件能不能匹配啊。好，接下来咱们找配件，咱们啊保持着有什么用什么的艰苦朴素作风，咱们找到什么搞什么得了。首先是 CPU， 这个呢是我放核心设备的一个架子啊。这儿我印象中是有一块 12490F， 这性能有点弱啊。这个可以啊 12900KS 12代 i9 顶配，新的啊，这性能超强啊，就是散热 ITX 可能压不住，可能得降频运行，就它了。接下来咱们找主板啊 ，B660 ITX 670。ITX 华擎，我记得还有一块明轩的 Z690 ITX， 那就不找了啊。这个可是腰板啊，咱不超频 H670 也够用了。最神的是它是 DDR4 的内存，非常省钱。最后咱们把这个给拆了就行了啊。接下来还需要找一块 EU 的电源 ，EU 的电源，这个应该是一块 EU 的电源，杂牌啊。什么北鱼还是什么鱼，全模组500瓦，500瓦带4060标准版应该是够用了。我们还需要散热器，散热器咱可就太多了，但是这个主板最高是到70毫米。我手头有的就应该是这个了，这个是 X120X67，就是67毫米12厘米风扇，这还带个 RGB， 咱们就先拿它试吧，反正是不够用啊。接下来咱们去找内存。这些都是8G 的，稍微有点小啊。这儿有这个酷兽、光威杂牌，16G 2条 DDR4， 2400超一下频没问题，就用它了。硬盘就这个了，2TB 光威 E 599，最近老出镜，老演员了啊。好，接下来装机。安装的过程有多曲折，玩过 ITX 的应该都懂。不过我这锤子都上了，大家也能猜出来，我肯定完美解决问题了呀。这就是装好的内置4060和12900KS 的 ITX 主机了。先来看看咱这颜值啊
，ARGB 神光同步的风扇，悠悠的发着光。这 CNC 的厚铝合金板子，四面都是散热孔，我很喜欢。大小呢也还好啊，一个手能拿得动，但是跟便携肯定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了。你这比一般人电脑大，也算移动硬盘，咋移动啊？大咋了？能移动就是移动硬盘啊。咱们所有设备全部启动，还有这个，跑个测试给大家看看。首先是我最爱的大表哥2，我这块自己 DIY 的屏是2K 240赫兹。咱们先看看这 CPU 散热器和这个小的4060能不能扛得住吧。垂直同步关闭，打开大力水手1920×1080，噪音也还行啊，不算太大。刷新率不限，咱们看看能不能跑到50帧以上啊。哇塞，你看轻轻松松渲染画面就跑到了130帧左右啊，牛逼！亚瑟抢商店老板这场景，你看依然能跑到130。跑动起来到复杂的光影环境里面，基本都是100到120之间啊。我竟然在掌机上玩穿了这个游戏，简直亏死了。再看地平线5，基本啊和大表哥一样的设置，关闭垂直同步，打开大力水手，其他全部系统默认。大家注意看右上角啊 ，GPU 占用率大概只有60%的样子，但是基本上已经都要跑满240帧了啊，那也没有更高的屏幕刷新率了呀。看来这个好屏幕才是玩游戏最贵的设备。1080P 基本上我这套随机传出来的机器通吃3A 大作没问题啊。你咋不测测散热的？那就测测。我靠，这都热得发白了！最热的地方竟然是显卡部分，61.2度。CPU 部分最高的温度52度多点吧？你别说啊，这热力图看着和 Xbox SS 长得很像啊。那你这不得炸了呀？炸倒不至于呗，就是性能发挥不出来呗。AXP 120X67能压制大概12500这个级别的处理器，大概也就是135瓦 TDP 的压制能力吧。下压式呢会导致这个热量吹到 CPU 的周围啊，没法通过风道快速的排出去。哎，我去淘一块服务器上用的2U 的暴力散热器，正好是70毫米的高度，侧吹加铜管效率更高。最终搞到的就是这块了，金钱豹2U 5铜管直触散热，这可是个万转暴力扇啊！理论上压制240瓦没问题。我这个是给1700平台专门做的，还得重开机器。Oh my god！ 果然 ITX 换散热器这事儿不简单啊！但是装完之后这满满当当的感觉，哎，看着还是挺爽的。还能顺便给供电部分散散热、吹吹风啊。侧吹呢也不会像下压一样破坏显卡的风道，这毕竟是个未满月的3风扇显卡嘛。咱们再开机试试，没啥变化啊。再跑个赛博朋克往日之影吧。这游戏很好的支持了光追啊。大力水手打开，光追默认都是开的，都是默认的啊。1080P 开跑。平均帧数92.21，最高106，最低75.81，这流畅跑1080P 赛博朋克就跟玩一样啊！咱们作死啊，试试2K 分辨率，哇，这点对点的感觉舒服。你看，大概在70帧左右，非常稳定，平均70帧，最小60。你有病！所以说我这套5升的 ITX 装机应该更正为2K 分辨率3A 游戏随便玩，真正的小孩穿大鞋，又小又牛逼呀！你这不看看花了多少钱啊？显卡太可爱了呀！可爱，你买个 Xbox 1000多，不一样玩一样可爱吗？我再看看 CPU 现在有没有触及温度强降频啊？我去吧！我这服务器风扇都上了，依然压不住这个火龙12900KS， 日常100度。你这噪音也太大了吧？那确实啊，但是我有无线蓝牙降噪耳机，我这么一戴，主动降噪这么一开，啥也听不着。这谁跟你住一宿舍？真倒霉！你说啥？你说啥？你说啥？滚！我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噪音啊。
现在用这个来录。